北壁府 Kanchanaburi 位于曼谷西北约128公里，大约3个小时车程即可抵达。北壁府属于大桂河与小桂河两条河流的交汇处，西部与缅甸接壤。北壁府是泰国第4大府，被誉为泰国最美丽的省府之一。其自然风光是泰国各地中排上号的。各种瀑布和国家公园都很出名。而且极具原始自然风情，目前也是泰国旅游的一张名片。向来以建于第2次世界大战的死亡铁路和桂河大桥闻名于世。泰国旅游攻略之北壁府的死亡铁路和桂河大桥，一起了解和分享。泰缅铁路又称为死亡铁路。死亡铁路这个名字来自建设铁路的过程中，盟军战俘与劳工的恐怖死亡率。泰缅铁路是日本帝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为了加强对东南亚的军事控制，阻挡英军对缅甸的反攻，日军决定建设一条连接泰国曼谷和缅甸仰光的战略铁路，但泰缅两国地形复杂，路线的大部分要穿过丛林，设计与施工的难度都很大。日本在战争的逼迫下，决定采用英国人的探勘路线。早在20世纪初，英国曾勘测一条通泰国和缅甸的铁路，因建设难度太高而放弃。按照设计，这条泰缅铁路全长415公里，304公里在泰国，111公里在缅甸。鉴于地形极为复杂，工程师们最初估算，起码要6到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。
但日军却限令18个月内要完成。不仅如此，为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，日本大本营竟不顾海牙公约规定，悍然征用盟军战俘。在日军刺刀的威胁下，约6万名盟军战俘和30万亚洲劳工被驱使到工地上。1942年6月，工程正式开工。工程在泰国和缅甸两边一起开工。泰国的工程起点为北壁府，缅甸的工程起点为丹标扎亚。铁路经由三塔山口连接两国，两边来的铁路在空奎塔连接，沿途经过贵河大桥、王坡、塔卡塞、塔卡隆等站。原计划是6到7年完工的铁路，然而在日军严酷的威逼下，只用了17个月的时间，完成全长415公里的铁路。在短短的1年多时间里，劳工们共搬运了1.1亿立方米的土石方。通过这条铁路，日军平均每天可向缅甸占领军运输近3000吨物资。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，则是血淋淋的惨状。贵河两岸遍布茂密森林，且河流纵横，是瘟疫滋生流行的温床。加之物资匮乏、地形险峻和条件严酷，为修建泰缅铁路，共有1.6万名战俘和9万名劳工殒命于此。平均每公里的铁路就要付出250条生命的代价。正因如此，后世一直将这条铁路称为“死亡铁路”。2战之后，铁路几乎已经完全报废，泰国政府重建部分及铁轨加宽。1949年4月，修复北壁府 （Kanchanaburi） 到 Nong Pladuk；1952年到 Whampoa；1957年7月到 Nam Tok， 总共约50公里，可以应用至今。缅甸部分没有修复。死亡铁路最出名的路段探卡塞，这段铁路依山而建，右边是高山，左边是悬崖，崖下是浑浊的奔流着的贵河。在奔腾的贵河上，盟军和劳工用最原始的方法和工具修建了这段铁路。可以想象，整个修建过程是何等凄厉而惨烈。探卡塞站是现在仍在使用的死亡铁路最惊险的一段，这段铁路仍然沿用当年盟军战俘和劳工搭建的木质高架桥。火车一开到探卡塞，就吱扭吱扭声大作，车厢颠荡，一些行李从行李架上跌落。但探卡塞路段是最值得欣赏的。惊险间带有一丝刺激感，沉寂在美景与悲伤历史中。死亡铁路最危险的探卡塞路段，泰国人为了缅怀曾经的先烈，就在这铁道旁的崖洞内建造了一座庙宇。其实这本就是一个崖洞，泰国人为了告慰亡灵，就在这崖洞内供奉了几尊佛像，香火旺盛，游人不绝，一时成了当地有名的崖洞寺庙。一个更重要的与战争相关的地点，位于今天的火车轨道外，但最初是死亡铁路的一部分，是地狱之火通道。地狱之火通道是一块约500米长的岩石，1000名盟军战俘在为期12周的挖掘期间，全手工及原始的挖掘方式，为死亡铁路铺平的道路。夜幕降临，战俘借着火把和油灯，继续开山劈石，昏暗的光亮与人们的身影相互交错，现场画面仿佛人间炼狱。这就是地狱之火的由来。
由于它涉及切割陡峭的山壁，因此它是强迫战俘最苛刻的部分之一，有700名战俘在这里丧生。今天，该遗址已被保留为纪念博物馆和步行道。地狱之火，两边的山壁上插着一些澳大利亚和英国国旗，还粘贴着一些老照片。一些战俘后裔来到这里，写下思念的话语，献上鲜艳的花朵，告慰逝去的父母或祖辈。走入时空隧道，载满历史伤痕。死亡铁路，关于盟军战俘与亚洲劳工，他们有一部分长眠在战俘营中，以及泰缅死亡铁路的工地上，但他们以相互扶持、相互鼓励、相互照顾、永不放弃的精神与行动，创造了84%的存活率。他们，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，都是当之无愧的勇士。铁路上最著名的地点是桂河大桥。桂河大桥是泰缅铁路上的其中一段，被称为死亡铁路的咽喉。桂河大桥的一边地势较为平缓，但一过河便是险峻的群峰，有的路段甚至就开凿在悬崖绝壁上。很多战俘及劳工在修建桂河大桥的过程中，珍贵的生命就丧命于此。它横亘于桂河之上，在1943年2月，施工者先修好一座木桥，同年6月，又在旁边修建了钢筋水泥桥。桂河大桥横跨在库奈和库雅两个山谷之间，死亡铁路从桥上穿过，通往缅甸。桂河大桥建成之后，由于是日军军事运输线的要害所在，在1945年2次世界大战末期，桂河大桥被盟军炸毁。早已毁坏，只有在河水很浅时才能看到残迹。现在矗立的拱形桥梁，是2战后泰国政府重新修建此桥。重建后的桂河大桥共有11节钢梁，桥长约为300米，是单道铁轨，仍在使用之中。据说只有桥头两端的弯曲还是原来的，在原来桥的两侧圆弧铁架多出了2段不协调的方形铁架，没有原先圆弧铁架的优美。游客们走上桥，走在铁轨上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回这头。有拍照摆 pose 的，有兴高采烈的，默默沉思，若有所想的，有向桥下撒鲜花，默默祈祷的，也可以顺着比较陡峭的铁台阶走下桥墩，走到河边，凝视着缓缓流淌的河水，再从下面仰视大桥，等等。呜，汽笛声在北壁府上空划过，一列小火车轰隆隆，缓慢驶过这座老旧的钢制结构铁路桥。当有火车经过时，在铁路桥上的游客可以躲在铁道旁建立的几个安全台里，体验一下火车近距离经过的画面，同时也是拍照及小视频的好机会。在桂河上欣赏周边风光，换个角度欣赏桂河大桥的面貌。桥下风景很好，桂河水面平静，偶尔会有皮划艇经过。在桥上可以看到对岸的观音福寿宫。观音福寿宫这座华人寺庙是由
华侨出家人及各界善心人士集资建成。寺庙内有一座巨大的观音像，远远便可看见。整个寺庙的建筑充满中国特色，雕龙画凤，慈云吉祥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寺庙后方的孤军墓，是为了纪念在南亚牺牲的10多万名中国籍军民，因为战争客死他乡，最后只留下一座集体坟墓。根据了解，华人之所以出巨资在桂河大桥旁建造这座观音庙，就是为了超度这些亡魂，让佛光引领他们。站在桂河大桥的桥头，看着夕阳下静静流淌的美丽桂河，使人难以想象这里发生过的悲惨故事。这条铁路无疑对日寇的意义十分重大，盟军为了切断日军的补给线，曾几次三番地轰炸了这座桂河大桥。如今重建的桂河大桥下，还安放着当年盟军投下的未爆炸的航空炸弹，提示着我们当年那场惨烈的战争，见证着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。此外，每年11月28日的桂河桥州都会举行灯光及音响表演，配合重演区内有关的事迹，以致纪念。距离桂河大桥3公里外的北壁府，泰国政府为了悼念筑路的牺牲者，建了2个墓地。第一个坐落在中心地带的战争公墓，埋葬着在铁路建设中牺牲的大约7000名盟军战俘。此为盟军殉难战士的最大墓地，均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照料得一尘不染。距离中心地带比较远的地方，另有大约2000名盟军战俘安葬在第2个墓地众协公墓。这2个墓地是悼念阵亡者的地方。这些死亡的盟军战俘大多很年轻，一排排的墓碑无声地控诉着日军暴行。与战争公墓一街之隔的2层白色小楼，是死亡铁路博物馆和泰缅铁路研究中心博物馆。博物馆建于2003年，里面陈列的是创始人贝蒂20多年来对死亡铁路的信息及研究成果。为了把死亡铁路的真实故事告诉那些遇难者的家属，虽然博物馆的每层楼不到200平方米，但史料之丰富令人惊叹。似乎战争的硝烟才刚刚逝去，眼前桂河大桥在河面投下清晰的倒影，宁静而安详。从不同角度欣赏桂河大桥，感觉也会不同。细雨蒙蒙中的桂河大桥，因为过往的那段历史壮观而悲伤。如今桂河依旧静静流淌，逝者如斯夫，不分昼夜。去过拜县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，这里简直是拜县知名景点二战桥的加长版。桂河大桥的部分地方已经锈迹斑斑，诉说着历史的辛酸过往。如果你是二战迷，桂河之旅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几十年来，死亡铁路之所以广为人知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部大获成功的电影。在1957年，英国著名导演执导的战争史诗片《桂河大桥》，即以此桥为背景描写战争的残酷，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暴行。这部电影在入围多项奥斯卡奖，一举包揽该年度奥斯卡7项大奖。该片也跻身20世纪50年代经典战争片之列。这部电影的名称及基本资料有在底下的描述栏。由此，死亡铁路和桂河大桥名声大噪，成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沉寂和名胜游览地。Capcom Cup， 谢谢你的收看，请记得订阅泰国攻略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